大家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了。这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，姨太发现黄晓明、李菲儿、baby 节目组的事情竟然还没完。从1月6号爆出到今天，足足持续了6天，还不时出现新情节，又是夫妻双双发文啦，又是李菲儿被好多人骂啦，又是节目组删镜头啦，讨论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这年头的后续也太多了吧，简直无穷无尽嘛！姨太怎么都没想到，一件10多年前的旧事被引爆，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威力。本以为这事儿到节目组删除黄晓明、李菲儿的互动镜头这儿差不多就过去了，没想到又来了后续，而这次的目光全部聚焦到了黄晓明身上。1月10号，黄教主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退出《浪姐2》的录制。这条发文发到以太完稿，直接获赞147万。随后官方也发表声明，表示随时欢迎小明哥回来。就因为一篇甩锅文章闹成这样，意料之中，但又意料之外。本来就是正常的节目录制，正常的成年人社交，可到了他们这儿，任何行为都会被猜测、被放大，甚至牵扯到了利益。看到这儿，集美们估计会问，这场闹剧到底是谁赢了呢？节目组、李菲儿、baby 还是黄晓明呢？别急，咱们先一个一个的看。节目组受益了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毕竟好多人还不知道《浪姐2》已经开拍了，有了他们这么一闹，几乎全网的人都知道了。而且节目组的导播镜头似乎有意在李菲儿和黄晓明之间切换，明显在暗示些什么。黄晓明和李菲儿都是节目组请来的，让他们俩同框，显然是为了制造话题，炒作节目热度。结果呢，热度是提上来了，节目开播后的热点却没了。估计节目组也没想到 baby 会忍不住爆发，舆论会逐渐失控，甚至发展到删镜头、主持人退出的地步。说完节目组，再来看看故事的3位主人公。对于他们3位，现在主流的声音就是杨颖不念旧情，对黄晓明过河拆桥，欺负李菲儿，连累黄晓明丢工作。2. 黄晓明善良有担当，被老婆连累丢工作好惨。3. 李菲儿躺枪，被 AB 夫妇针对好惨。就目前的情况看， AB 似乎是最大的赢家，除了旧事被重提，获得了更多曝光率，该出席活动出席活动，该参加生日聚会参加生日聚会，好像完全没有受影响。现在黄晓明推出节目，一来避免了与李菲儿同台，把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，给足了 baby 面子；二来帮 baby 撕掉了贴在身上近10年的小三标签。现在 baby 全身而退，话题全都集中在了黄晓明和李菲儿的身上。他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。虽然免不了被骂，但身经百战的 baby 敢发出来，就说明他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。而黄晓明看起来似乎有点惨，因为老婆一篇声明退了节目，失去了大赚一笔的机会，还被骂门担当。但他真的这么惨吗？就说参加节目碰上前女友，圈里的小白都知道避嫌，他一个混迹娱乐圈20几年的人，难道不知道吗？且不说他和 baby 现在到底离没离，只要他一去，绝对会成为靶子，但他还是去了，这可不是白痴行为。就说浪姐当时的火爆程度，如果她继续参加，说不定又会提升风评。当然这只是一方面，黄教主自然还有其他的如意算盘，只可惜事情的发展偏离了预期，就是在提，直接在他们的三角关系上一路狂奔，舆论越来越难以平息，甚至10几年前的旧事都被翻出来反复讨论。如果不快刀斩乱麻，势必会损失更大，所以才又有了开头的退出发文，此举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。现在退出，最多落一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白折腾的名声。这样一来，既能获得大家的谅解，还能让李菲儿安稳的继续进行节目录制， Angelababy 也不好再说什么，谁也不得罪，妥妥的端水大师。如果他想办法让李菲儿退出节目，虽然以他的咖位把李菲儿踢出局是轻而易举的事儿，但他要是真的这么做了，无疑会背上薄情负心汉的名声，甚至坐实夫妻俩联手欺负弱者，好不容易挽回的口碑也会跌至谷底。试想，如果再换一种做法，他不理会留言，继续录节目，那么关于他们的传闻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，真的很难说。baby 会不会因为忍无可忍，再爆出什么惊天大瓜也不得而知，怎么看都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话再说回来，黄晓明退出节目其实一点也不亏，
首先，《浪姐2》已经录完3期了，也就是说节目组想要的热度以及他自己的热度都捞到了，再加上他的片约其实很紧张，有好几部戏都在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，新剧紧急公关也要在1月16日开播，现在放弃一个上了2季的综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。其次，这次退出无疑把他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，让他成为了一个被节目组利用、被 Angelababy 手撕的受害者。不得不说，他这次的做法真的高明。毕竟很多人都认为黄晓明的事业之所以走下坡路，都是因为 Angelababy。和 AB 结婚后，黄晓明的口碑就越来越差，被大家冠上油腻、迷之自信等等。但因为拍摄了《烈火英雄》并编不是海棠红之后，他的演技和作品口碑又渐渐回暖了。参加完浪姐，他之前身上的综艺油腻感也被洗刷干净了，彻底从油腻大叔变成了翩翩公子，直接赢回了一大波好感。这么看确实不亏。说完黄晓明，再看看李菲儿，不少人都说这件事儿就是黄晓明和 Baby 两口子在唱双簧，既然没有沟通好，就不应该接这档节目。现在后院起火，一个出来撕，一个忙着哄媳妇儿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李菲儿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为了一份工作，她做错什么了？夫妇自己的家事非要牵连别人，要避嫌一开始就不要接这个节目。可咱们仔细想想，李菲儿真的惨吗？被粉丝攻击，镜头被删，好不容易等来这么一个高热度的节目，还有退赛的风险，下一个大红的机会更不知道在哪里。这么看确实惨。现在我们再换个角度看，即使当初劈腿的是黄晓明，即便没有避嫌的是黄晓明，即使退出并不一定是为了杨颖，但挨骂最惨的都是杨颖。企图炒作的节目组被骂了，不避嫌的小明被骂了，唯独李菲儿一句话没说，还收获了不少力挺。而且在他接受节目邀请之前，黄晓明就已经在了。他既然接受了邀请，就应该预料到这段10几年前的旧情很有可能被拿出来炒作。但他没有反对，而是参加了节目，还有了后来的同台互动，难道不是间接同意炒作吗？从事情发生到现在，李菲儿及其公关团队都始终保持沉默，没有任何回应，不知道最后结果到底怎样。但现在的事实就是节目还没开播，因为这个事儿李菲儿已经提前出圈了，甚至有人喊话节目播出后要给她投票送她出道，好像还有点因祸得福那味儿。不过能否笑到最后，现在还真不好说。毕竟他的 CP 黄晓明已经退出了，他的炒作价值自然也没有了。而且如果节目开播后他表现一般，面临的压力估计会更大。撇开这些利益纠纷、输赢比较，咱们现在回头看，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有那么点不对劲。就说一开始是因为李菲儿、黄晓明同台的消息被爆出，就这个消息似乎没有什么分量，而且当时好像也没人说第三者什么的，最多就是来个世纪同框。结果没想到 Baby 突然空降一篇否认小三的发文，就直接引爆了舆论。黄晓明又出来发声，有点夫妇唱双簧的意思，而剩下的李菲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后来节目镜头被删，黄晓明宣布退出录制，整件事情都有点莫名其妙。明明大家都是录个节目掐个饭，结果一时放错了焦点，开始讨论起了 Baby 到底是不是小三，还有他们3人昔日恋爱纠葛的方向，一路狂奔到最后，有人丢了博眼球的力气，有人丢了主持的饭碗，还有人进退两难。嗨，这场闹剧到底谁输谁赢还真说不清楚。至于李菲儿会不会因为压力退赛，也难下定论，咱们还是继续观望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。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